係咁網友嗱，我講呢條片，因為我睇見呢單新聞咧，我係 shock 咗嘅。一個92歲嘅男人被捕就因為一單58年前嘅命案，而佢被判終身監禁嘅。72歲因為1967年，哇！1967年啊，我仲係讀緊 Form 6嗰年啊，強姦謀殺咗呢個 Louisa Dunn 喺 Bristol 嗰度。你覺得真係驚訝啦啩？92歲58年前嘅案，而係捉咗佢坐監。1967年6月28號，75歲嗱，呢個女人已經好老啊。Louisa Dunn 喺 Bristol Easton 屋企被強姦並被勒死。嗱，呢個女人呢係呢一個75歲，18幾年出世，1880幾年出世啊，呢個就係1890幾年出世啊。咁咧就好熱心，就係女人權益嘅，係工會嘅活躍成員。咁就老公死咗，有仔女，即係咁樣嘅。但係佢孤身一個人住，佢屋企俾你強姦勒死。警方咧喺後窗嗰度，佢後邊嘅窗攞到個掌印，有人留咗個掌印喺度，亦都有精液嘅樣本。咁件事咧就係破唔到案咯。1967年到而家破唔到案呢個就係嗰個區。到咗2024年11月，Avon 嘅新聞就警察韓案組，即係揾嗰啲沉寂咗好耐嘅 call 已經冇人追尋嘅案，重新審視個卷宗，哇！保留咗58年嘅衣物殘留，送去現代 forensic lab 嗰度實驗。呢個就係佢嗰條裙。2025年6月，由佢嗰條裙度攞到完整嘅 DNA， 比對結果同72歲嘅 Ryan Hadley 高度吻合，然後又睇後窗嘅掌印，確實係佢所留嘅。呢個就係2025年6月30號，終於陪審團裁定佢犯下強姦謀殺兩罪。即係咧，佢係擒槍入，佢係入去，佢唔知係擒槍走，就係想強姦嗰個75歲嘅女人。呢個友都好無誠，60幾年嗰陣時咧，佢係30幾歲嘅啫，專強姦啲咁老嘅女人。7月1號，法官 Sweeting 爵士判處終身監禁，最低要坐20年先至準保釋。被認係英國現代史解決最久嘅韓案，擲得最耐解決唔到嘅懸案，最高最老嘅人被控謀殺就係佢啦。呢個就係嗱，呢度就顯示佢拉佢 Ryan Hadley 嗰陣時同佢講嘅嘢。I'm arresting you on suspicion of the rape and murder of Louisa Dunn, which happened in Bristol in June 1967. The reason I'm arresting you is because the police have investigative material that indicates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that rape and murder of Mrs. Dunn, which happened at Britannia Road in Easton, Bristol, June 1967. You do not have to say anything, but it may harm your defence if you don't mention, when questioned, something that you later rely in court. Anything you do say may be given in evidence. I'm arresting you. 佢乜嘢都唔講，呢個嘢好熟行啦，乜嘢都 no comment， 即係佢係慣犯嚟嘅。估計犯案過程 ，Hadley 潛入佢嘅住所，可能經過窗戶。警方冇講明係破門或者撬鎖，可以推測為窗戶入侵啦。因為嗰個掌印係喺後窗，窗戶入邊有佢掌紋。咁於是受害人就都突襲，俾人揞住個口，面部整傷咗，
係壓制尖叫。性侵法醫證據，衣物、裙子同身體入邊攞到精液樣本，內褲拉到腳踭，符合強暴現場嘅典型模式。屍體以內出血，嘔吐物殘留喺嘔中，整佢嗰陣呢個嘔啊！可能死因強烈驚嚇導致急性休克，或者被壓制條氣管。當時冇辦法釐清死因係咪窒息、創傷性腦傷。當時冇做到啊，驗唔到出嚟，奇怪。破案嘅關鍵係乜嘢呢？2024年重新檢驗嗰條裙同埋體液樣本，建立咗完整嘅 DNA profile。同 Hadley 喺2012年被捕嗰陣時，佢2012年呢個人又被捕啊，所留嘅樣本吻合，即係佢哋揾到啲精子樣本出嚟呢，就揾以前犯過呢啲咁樣嘅闖入嗰啲孤單老女人屋企強姦人嗰啲精子，就揾到佢出嚟，比隨機他人嘅可能性達10億倍。如果係撞中嘅呢，係10億倍嘅。掌紋比較，當年採集掌紋呢，未包括 Hadley， 冇揾到佢。而家再次逮捕之後咧，掌紋比對又係佢，同受害人屋內窗戶嘅掌印係一致嘅。好啦，嗰個破案關鍵咧，檢方允許引用佢喺1977年性侵老婦嘅記錄，法官准引呢單 case， 因為個犯案嘅方法係一樣。12年後入室夜間行動，對象係高齡獨居女士，使用暴力，構成明顯風險人士特徵，係同一嘅犯案手法。除咗呢樣嘢呢，佢又犯過其他嘅罪嘅。1977年10月，佢入屋強姦2個獨居老婦，係79歲同84歲，呢度有都離晒大譜。作案手段同67年高度相似。1978年呢，佢認咗罪喎，呢單嘢被判刑7年，坐咗2年，放咗佢。1978年嗰時，喺173至78年呢，佢屢次入屋偷嘢嘅。喺73至78年呢，犯咗最少10宗夜間住宅竊盜，鑑識發現指紋同犯罪現場相合。刑事影響呢啲入屋行為呢，係加重法庭審理入邊嘅 bad character evidence， 顯示佢嘅犯罪手法係持續嘅、有組織性嘅，係佢嘅典型嘅作為。好啦，調查局針對 Hadley 自從1970年搬咗去呢度之後，咦，佢有冇其他案呢？檢視晒附近 Suffolk 同 Norfolk 類似嘅冷案，有呢啲案喎。1984年嘅 Edna Harry 案，1993年嘅 Doris Sherry 案 ，Karen Hales 幾單類似俾人哋入屋侵犯，有殺人有冇殺人，係咪佢呢？再揾證據嚟證。點解要等58年先破案呢？第一，法醫技術限制。1967年，警方雖然流傳咗關鍵證物精液及掌紋，當時未發明DNA 識別技術，到80年末先有 DNA 識別技術，唔記得咗已經係。1984年 DNA 指紋法發明，英國 Leicester 大學嘅 Sir Eric Jeffrey 1984年9月取得突破，發現 DNA 入邊嘅 mini satellite 片段咧，可以作為一種指紋。只要有呢招，唔需要成個 DNA 對呢啲就得啦。1986年第一次用喺英國犯罪偵破，利用 DNA 指紋技術喺 Leicestershire 對攞咗幾千個男士樣本，先排除咗錯誤嘅嫌疑人 Richard Buckland， 再鎖定被偵破呢一個係邊個做。官方法庭1986年確認呢個英國首例以 DNA 作為鑑識依據嘅法案。1986年
1987年、88年排除咗個，拉咗第二個。而家87年、88年呢，完全依靠 DNA 入罪。1987年 Robert Millers 因為 DNA 比對入證據被判強暴罪。1988年呢個人殺人罪成，以 DNA 證據定罪。94至95年呢，建立全國嘅 DNA 庫，成立國家 DNA 庫。有你攞 DNA， 因為你犯罪攞咗你 DNA 咧，就擺咗落個 DNA 庫度。1995年開始運作，係全球首類資料庫，收錄囚徒同犯罪現場嘅樣本。好啦，點解當時破唔到案呢？證物保存同資料不足，國家法醫服務體系瓦解嚇，喺保守黨政府之下，警力預算縮減，好多韓案調查呢係要靠退休警官或小隊警隊，冇人做呢啲案係簡單嚟講。證物分析比對冇繼續進行，明明後邊係拉到佢嗰啲證一樣，80幾年已經有 DNA 咯，冇人得閒做。現代韓案組計入 Avon and Somerset 警隊2023年啟動專案韓案回歸，用最新嘅法醫擴展技術，先喺原始食物上建立咗 DNA 檔案，然後比對成功。呢個就係咁。即係去到呢度呢，我要講幾句。嗰啲人覺得點解啊？嗰條友明明係殺人咁樣，你都要為佢辯護啊？咁樣，我講俾你聽。係有幾多人係冤獄？自從有咗 DNA 證據之後咧，推翻咗喺美國無數嘅冤獄，就係靠 DNA 證據。即係嗰個 fugitive 天涯亡命嗰個醫生啊，佢坐咗監幾十年，結果坐監幾十年，結果終於幾十年後用 DNA 證實佢老婆被殺嗰陣時係有第三者嘅生物象徵，證明佢係冤枉嘅。無數人因為人哋錯誤指認，因為你以前靠證人認人啊嘛，嗰啲人咧喺驚恐中咧就根本佢可以，佢見到你兩次咧，佢就個腦海中咧就一路製造當日你犯罪嘅場面，而 reinforce 咗佢嘅信念，結果佢完全認錯嘅。好啦，92歲點審啊？法定冇年齡上限。喺英格蘭威爾斯法律並冇對被告年齡上限限制。乜嘢人可以告呢？你知道你被控嘅控罪，你能夠理解並且能夠為自己辯護，咁就可以告。咁最邱德根嗰時咧就扮老人痴呆，揾醫生證明我痴呆咧。如果我唔能夠理解嘅罪名咧，我亦都唔能夠有效咁組織個答辯咧，咁呢單案咧就雖然證據確鑿咧都唔告得喎。Fitness to plead 可以回答問題、提供辯護意見。嗰個能力評估機制嘅，估下你評估你有冇能力答。如果有疑慮咧，就根據呢一個案確立嘅標準，有標準嘅邊啲人可以得，邊啲人唔得，進行精神身體評估。不適合應盡就改以事實審查嘅方法決定係咪犯咗相關行為。佢唔能夠作供，就係只能夠依賴其他嘅事實證明佢係咪犯咗相關行為，然後下判令。好啦，佢58年後判20年係點啊？因為佢呢單嘢從來未被定罪。1967年案發之後咧，佢未審過未定罪。1977年佢強姦案服刑後就自由生活。2025年第一次定罪，所以佢嘅刑期由而家開始計，20年係由宣判日開始計。理論上112歲先至可以假釋啊。好啦，佢呢一個咧唔係20年嘅，呢個 indeterminate sentence。終身監禁其實係終身監禁，最短20年係不定期徒刑，最短要服滿20年先可以假釋 parole。考慮佢高齡同嚴重性呢，審判法官話你呢世都出唔到嚟。
好啦，咁個年紀咁高係咪可以釋放佢啊？可唔可以有人道考慮啊？人道釋放機制，英國 Early Release on Compassionate Grounds Policy Framework 允許定期及不定期刑犯喺極端醫療或者就死嘅情況之下咧，申請人道釋放。好多去到癌症末期就死嗰個幾月咧，係會俾你出嚟嘅。但對於終身監禁嘅人，除非證明瀕臨死亡、喪失自理能力，申請係不會被批准嘅。即係你可以保外就醫，可以申請啊，但係去到終身監禁啲人呢，你一定係要就死同埋唔能夠自己照顧自己先可以放出嚟。平衡原則，司法要考慮公共保護同被告人道需求啊。喺極少數確診末期或承擔冇辦法喺獄中獲得基本照顧嗰時先就會考慮釋放。即係點講呢？嗰個確診佢嘅病 cancer 已經末期，而且咧監獄冇能力照顧佢啊，因為要好 intensive care， 咁咧就可以釋放嘅。呢件案係嚴重暴力犯罪，法官同假釋委員會都係以受害者及社會安全為優先，要顧慮到受害者嘅同埋佢嘅家屬嘅感覺，所以咧好難放，好難放。同埋放出嚟佢仲會唔會犯罪呢？即係咁樣嚇。咁呢單嘢呢係好好嘅教訓，即係講法律嚟講係。好啦，呢隻日本兵庫縣張生生蠔啊，大減價，早一輪咧賣50幾蚊嘅，而家賣48蚊俾你睇下，200克啊，我嚟食壽司非常爽，非常好味。OK， 好啦，嗱，介紹俾大家喎，呢隻咧就叫做亞精胺啊！呢隻佢係做乜嘢嘅咧？對你嘅健康咧非常有益㗎嚇。近年嘅最新嘅科學研究，繼 MMN 之後咧就講呢隻亞精胺嘅，呢隻亞精胺。乜嘢叫亞精胺咧？亞精胺係負責延緩個細胞衰老、延長壽命、優化大腦、保護血管。其實人體入邊咧有3種多胺，叫做富胺、精胺同亞精胺。最重要嘅就係亞精胺嘅，佢係負責乜嘢呢？你嘅細胞嘅生長、分裂同埋維修保養嘅，增殖同埋分化嘅。其實呢，佢好重要，我哋維持身體健康呢，佢係會促進你嗰啲細胞自噬啊！咩叫自噬啊？即係細胞有啲細胞係已經有病嘅，或者死咗嘅，咪變咗係廢物咯。咁你啲細胞咧會食咗佢，然後咧就愛嚟自己再分裂過，咁呢個咧就令你身體健康，亦都即係我哋好多人都講嘅排毒啦。呢個其實係一種方法啦。咁其實咧試好多種方法，近來嘅科學基礎咧就話點樣可以促進身體健康咧，就一定要自噬翻嗰啲死咗嘅細胞。我哋而家嗰啲呢個大家禁食16個鐘頭，然後8個鐘頭咧間斷性禁食咧，就係呢種自噬嘅原理。你好耐冇食嘢咧，嗰啲細胞就開始食翻你身體入邊嗰啲唔健康嘅細胞。嗱，呢樣嘢咧，而呢一個功能咧，就係由呢個亞精胺啟動嘅。亞精胺咧就係來自呢個小麥嘅胚胎㗎嚇，呢個研究咗咧就冇幾耐嘅，呢個就係嚇。咁佢哋咧就試過喺17000個個案入邊，凡係活到90到108歲咧，呢個亞精胺嘅濃度咧就好高。我哋後生嗰時咧個亞精胺嘅濃度好高，但35歲以後咧就陸續減退，因此咧你要補充呢啲嘢。亞精胺點解有功能呢？其實佢亦都係開啟一種呢一個嘅開關掣，呢個新陳代謝，促進你新陳代謝。呢種新陳代謝嘅開關掣咧叫 AMP， 食咗呢一個亞精胺呢種酶咧，就會開啟呢個新陳代謝嘅開關掣。因此咧，你可以保持青春嘅。嗱，呢個最新嘅科研成果嚟㗎嚇。自噬細胞呢種機制就維護你嘅細胞
健康，延緩衰老啊，管好你嘅心血管啊，管好你身體入邊嗰啲細胞點樣繁殖分化，呢、個就係叫做亞精胺呢一種原理，呢、個原理。嗱，而家係咁啦，25.5克30粒，食一個月咧288蚊，第一盒9折，第二盒7折，呢個係最新科研成果嚟嚇，可以抗衰老、改善心血管，佢係自細翻你身體入邊嗰啲廢物細胞嘅，保護神經同增強免疫力。大家可以試下啦，288蚊，第一盒9折，第二盒7折，可以買嚟試下。